拜登政府集体出动谈台海和平，到底是发现情况不妙，还是要先对付俄罗斯？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前少。就在普京宣布进行局部动员，乌克兰东部4州展开公投之际，拜登政府一边担心俄罗斯可能会使用核武器，一边继续规划如何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以打击俄军。拜登为此还在联合国进行了一次公开演讲，除了对普京火力全开以外，他还首次在联合国大会上就台湾问题进行了表态，强调美国维持一中政策，将寻求维护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。也就是前几天，拜登还在美国媒体专访时提到，若中国大陆对台攻击，美国将出兵捍卫台湾。这是他第4次公开表示将出兵援台，被外界解读为美国台海战略转变日益清晰的信号。拜登亲自在联大演说中2度强调美国的一中政策未变，又让很多人感到意外了。而为了降低美中冲突的风险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见了中国外交部长王毅。王毅指指台独这头破坏力和危险性极强的灰犀牛正在向我们冲来，必须给予坚决阻止。布林肯向王毅强调说，美国致力于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，且台海和平稳定对区域及全球安全与繁荣至关重要。与此同时，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将前往日本、韩国访问，并与日韩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。美国资深官员表示，台湾议题将出现在与日韩的各种双边会议上，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。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出席大西洋月刊年度活动时表示，台湾是世界上最先进半导体的唯一来源地，我认为这是美国国家安全的风险。那么我们如何来看待美国对台海问题的新举动呢？恐怕真没那么简单，这背后有战略考量，也有现实的无奈。拜登在联大的正式演讲中表态，美国的一中政策未变，这才是官方正式的政策宣示。这也意味着，拜登虽然会用武力干涉台海问题来展示其口头强硬，但是并不等于美国会放弃战略模糊，也意味着美国并不想在当下与中国摊牌。其次，美国目前继续推进把台湾问题国际化的战略，无论是在联合国的演讲，还是美国副总统跑到日本和韩国沟通，都是美国想利用国际舆论压力来破坏中国统一进程的努力。我们也可以把美国的这套玩法看成是对华综合威慑战略的一部分。最后，最大的可能是美国因为不得不集中精力应对欧洲方向的危机，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专心对付俄罗斯，想通过制造国际舆论和对华沟通，以避免中美关系再次出现灰犀牛事件。美国国会正在推进的对台新法案已经引发了中国方面的高度警惕，这场危机可能在明年1月份正式爆发。所以对于绝对实力下降的美国来说，先把中国安抚几个月，集中精力对付普京所带来的挑战，是比较合理的策略。总体来看，无论美国如何变，谈多少次维持台海和平，其潜台词都是不允许中国实现统一。最近普京进行国内的局部动员，就打乱了美国利用台湾问题搞事儿的企图。美国暂时没有改变对台战略模糊政策的可能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与其关注美国政府的表态，还不如关注美军是否具备武力干涉台海事务的能力，或者说加强解放军的对台军事准备工作，才是我们目前的当务之急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